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据台湾中时电子报网站报道，美国举行的大规模演习2021近日呢全部结束了。这场军演是40年来美国军方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军演。那么这次军演的目的是企图动员美国部署在全球的武力，再加上他的所谓盟友，共同打一场在欧洲与亚洲同时进行的大战。或者说呢，美国企图通过这场大规模的军演来构建起一支能够威慑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架组力量。然而，华盛顿将原计划中有关台湾海峡战争演练的部分删除了。这场演习演练的又是美军未来的作战理念，它包括分布式杀伤链、全域作战、远征前进基地等等，模拟的是以中俄同时开战。那为什么又要把涉及到台海问题的军演删除掉呢？我想最有可能原因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避免给台湾当局发出错误信号。如果美军在这场演习中安排了台海冲突等内容，就会给蔡英文当局造成美军将干涉台海的信号，这与美国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并不相符。第二呢，美国权衡利弊，认真研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力之后呢，有可能悄悄地放弃了用武力介入台海的计划，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一旦他们介入，遭到的损失是难以承受的。目前，台湾正在变成美国的软肋，美国实际上更担心台海发生战事，因为一旦发生战事，美国政府和军方呢都很难决策，干涉也不是，不干涉也不是，干涉他要遭到损失，不干涉呢又会大大的在国际社会面前丢脸。第三呢，美国不想让这场演习以失败收场。美国组织的多场演习证明，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战法，都不大可能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战胜中国。如果演习输掉了，那么在盟友面前就不好交代，那么还不如不搞。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如果他拉这些盟友把台湾的问题放在里面，最后呢，演习的结果是什么？美军胜，大家不会相信；美军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样的场景下，他还不如不搞。那么这次军演除了美军以外呢，还包括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的海上力量。那么除了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国家都不太热心直接用武力介入台海问题。那么日本呢？日本其实想得很精，他只是鼓动美军干涉台海，自己呢提供后勤支持，不直接出面出头，省得直接挨打。但是日本这个算盘，应该说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只要支持美军干涉台湾事务，那么他挨打是早晚的事儿。那么第四，美军的这次军演把有关台海的问题抽离，表明了一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在向中国释放善意呢？这个因素可能也会有。拜登政府呢想改变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呢，美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对拜登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拜登政府是吧，企图通过改变与中国的关系来缓解它的不利的经济形势，因此他们也不希望此时此刻在台湾问题上犯错。中美最近刚刚开始恢复交流，如果因为一场演习破坏了这样一个趋势，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这只是一场演习，甚至呢是一场4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它所要达的目的不过是威慑中俄。这场40年来美军举办的最大的一场海上军演收场了，但是这个收场应该说让一些人感到了寒意。为什么呢？在演习期间，美军匆匆忙忙地从阿富汗撤军，而且是在塔利班的最后通牒之下按时撤军的。可以说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阿富汗政府。而在这次演习中呢，他又毫不犹豫地抽离出有关台海问题的军演，那么这又让台湾当局感受到了寒意。从未来的走向看，美国政府以及美军抛弃台湾当局，可以说已是可以预料到的定局。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